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建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广州数千居民集中隔离，疫情开始影响经济了啊。这第二个是美台将展开贸易投资谈判，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新闻啊。先讲第一个，6月8号，广州市卫健委公布了144个武汉肺炎感染者涉及的重点场所和小区。那卫健委提出要求说，凡是近期到过中高风险区域或者是重点场所，接触过阳性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的市民，要主动报告然后立即就近核酸检测，3天之内完成2次核酸检测，并且配合流行病学调查。从5月21号到6月7号，这是这一轮广州的这个疫情啊。那么广州市累计108人本土病例啊。那么目前所有感染者都在第8人民医院隔离治疗啊。昨天广州新增加的10个本土确诊病例当中，其中有1例是在番禺啊，另外9例在荔湾啊，那么都是在排查过程中发现。那么从5月26号启动这个核酸大排查，截止6月7号，那么全市累计核酸采样2798万份啊，那么总共发现了40人阳性，你相信吗？我才不信呢，怎么可能？拜托，2000多万份才40人，开什么玩笑？这挑战常识啊！那么其中6月4号起，进行了全市全员大排查，共发现了10名阳性啊。那么有3人在南湾，7人在荔湾啊，南沙啊，3人在南沙，7人在荔湾。这些数据呢，老实讲，我都不相信啊，我都不相信。如果是只有这么少的人数的话，那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动作啊。广州市卫健委宣布，将白鹤洞街道相关重点人员转移到隔离酒店集中医学观察啊，目的是尽早发现可疑病例，努力降低社区传播风险。那么疫情发生初期，就是5月21号初期啊，白鹤洞街道就是病例多发地点啊。那么从5月26号开始采取封控管理，5月31号白鹤洞街道升为封闭管理，然后在封闭管理区域人员只进不出，严禁聚集，然后在封闭管理区域里面居民严格居家，足不出户啊。所谓足不出户，就共产党的这个话术啊，就是把你们的门封起来，不能出门啊。但白鹤洞街道持续出现新的病例啊，那么分级分类管理措施执行效果不理想，所以就干脆把这些人全部集中起来啊，到酒店去住啊。那么6月6号到7号这2天，广州市分别出现这个确诊4例，10例感染其实就14例，绝大部分出自荔湾区白鹤洞街道啊。那么广州市卫健委说，将重点人员转移到隔离酒店集中医学观察，是为了快速有效地阻断疫情传播链条，更好地管理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虽然他这么说啊，但我还是怀疑白鹤洞街道出现了更大规模集中的爆发，否则他不会做这种极端的措施，因为这个极端措施是要掏钱的啊。中共最吝啬的就是掏钱，他最积极的是掏你的钱，他自己掏钱他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一定是有非常极端的情况，他才愿意掏钱。那么其中广传就是广州造船厂，它有一个宿舍叫西部鹤园宿舍，就在白鹤洞街区啊。鹤园小区有很多人啊，跟这个
跟这个财新的记者说，他说小区里面有居民3900户啊，人很多，很大的小区，这是非常大的小区，就职工宿舍，人数超过9000人啊。那么6月7号下午，街道办和居委会发通知，那么小区东片10多栋住宅的人员收拾行李，统一转运啊。那么统一转运的规模有3000人，那么也就占整个小区的1/3啊。如果楼宇里面出现过确诊病例，那么这整栋楼优先转走。那你转了3000人，可见什么？可见人数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到6月8号中午转运还没完成啊。那么业主说，其实很希望去酒店集中隔离，为什么呢？因为在酒店隔离呢，至少知道大概半个月就可以出来了。他现在不行，他说现在居家隔离不行，小区几乎每天都有新增病例，你可见这规模很大吧？啊，那么解封遥遥无期，索性就是去酒店算了，这可以反映他们的心态。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可以看出来，白鹤洞街道集中爆发的情况应该比他公布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啊。那么鹤园小区是全市第2个封控的小区。5月21号，广州市此轮疫情中第1个确诊病例之后，然后就是那病例所在的荔湾区龙津街道啊汇新阁小区就升级成为中风险地区，实施全封闭管理。然后到了6月4号，汇新阁小区隔离14天之后降为低风险区域。为什么？成功解封啊？为什么？因为它就没有发生新的案例啊。那么鹤园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大家知道广传是个国企，国企最多的是什么？退休职工啊。鹤园小区有很多退休职工，喜欢坐在一起聊天喝茶。那么只是大家都虽然封了小区，但是大家还在楼下，大家坐那儿一块聊天喝茶。虽然不能出小区，但是小区内部还是可以走动，所以呢还会出现这个案例。然后5月31号，白鹤洞街道升级为高风险，然后禁足令，就不让出门了啊。这是白鹤洞的情况。那么广州市司法局昨天在记者会上说当前广州疫情形势严峻，对拒不配合的这个行为，拒不配合疫情防控的行为，要依法处罚啊，出棍子了啊，不听话的就要打。那么有4项啊。第一，妨碍公务啊。妨碍公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武汉肺炎这个密切接触者，但是你没有出现症状，也必须在指定的区域接受隔离观察，不配合的就是要处罚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不执行政府发布决定的命令的也要处罚，阻碍这个卫健部门和医疗人员采取的这个检查隔离措施的也要处罚啊。那么散播谣言的要处罚，不配合流行病调查的要处罚，隐瞒这个确诊你的这个病情的也要处罚，等等啊。反正总之要处罚，就要配合政府，不配合政府就要处罚。然后昨天这个广州市通报了4起案子，其中有1起是什么？就是不报告啊，说番禺一男子去白鹤洞看他父母都在30号被确诊，然后他看完之后呢，他就没有报告啊，没有报告，后来被确诊之前他就大量的出去活动，完全没有管，但后来确诊这些人最后怎么样？刑拘了，因为他没有报告，结果他就不报告，看了父母，然后其实他就感染了，他到处活动，
到处活动呢，结果就引发了很多的影响，然后最后他被确诊反而被刑拘啊，这是一个案例一。案例二就是两个虚报这个情况，有一家广告公司在公众号发了一个假消息啊，说是越秀泉矿泉营瑶台片区有2名这个染病人员带病逃脱，然后警方就把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姓林给抓了，刑事拘留啊，说他造谣。另外还有一个姓冯，是5月31号，他给他姐姐发信息说在他同屋的人确诊，他自己呢在他姐姐家5月24号住过1天，然后他给他姐发了这信息之后呢，那么黄石街道一听说有人确诊，然后在他姐家住过，他姐家住的黄石街道，赶紧采取这个防控措施啊，然后那当然就兴师动众，结果实际上他的室友并没有确诊啊，所以他就行政拘留，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案例4是这个哄抬物价啊，说是有一个人把菜心卖到了15块钱一斤，那么当地的这个菜篮子工程只卖了5块钱一斤，他卖15块钱一斤，哄抬物价，立案处理啊。就这4个例子，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配合政府，不配合政府的话，乱说话就给你抓起来啊。那现在疫情开始对经济开始影响啊，广州白云机场，去年广州白云机场吞吐量世界第一啊，它原来是老三就是第一是首都机场，第2是上海浦东机场，那么去年白云机场就超过这2家，变成中国第一，其实也就变成了世界第一啊。那么今年5月份这个航班起降次数仍然是全国第一，但是呢，影响来了啊。5月份呢，它的白云机场的吞吐量是481万次，尽管中间有5一小长假，5月份的吞吐量不到4月份是514万，5月份是481万，比4月份还要少。那么起降架次呢，4月份是 3.9 万架次，5月份只有 3.6 万，少了3000架次啊，说明什么？说明整个5月份中国全国的机场的吞吐量都在下降啊，都在下降。那么5月27号，南方航空的基地在广州啊，那么开始可以持有符合条件的广州航线的机票可以免费叫退改啊。那么东航、海航也公布了这个退改的方案，这个就会进一步这个广州的这个飞行需求在下降。到了5月31号，广州要求离开广州的人员需要72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然后广州日发旅客的又下降了64%，31号下降64%，到了这个从5月21号开始，5月21号广州第一个本土确诊病例啊，广州、深圳机场的航班数量明显减少啊，那么其中白云机场日均进出港航班量从786啊，环比下降了30%啊。那么6月3号，白云机场日进出口日起降的这个航班量下降了多少？下降到了从786下降到了400以下，所以白云机场的这个起降数就进出港的航班数大幅下降。那么
深圳宝安机场753比这个白云机场还高啊，那么下降了14.3%，所以可见深圳的影响没有广州大，广州影响非常大啊。那么从这个它从786跌了30%啊，影响真的是很大。那么6月6号开始，就是离开广州要48小时，核酸证明从72小时降到了48小时，那将会导致白云机场他们的这个客流量会进一步下降啊。除了航空业以外，快递影响也很大。那么广州市重点防控区域之内，快递收件已经停了。重点防控区域啊，那么快递投放方面，有的快递公司已经停掉了，有的呢就把这快递呢放到哪里？放到了应急集散点啊，那么由这个志愿者再往各个小区送，但是这个效率是非常的慢的，所以快递的时效没有保障啊。那么顺丰的客服说啊，目前南沙和全网的户籍已经暂停收派，就是南沙已经停止收件派件，然后深圳盐田也停止收件派件，整个广东的整个的特快标快加时1天啊，就是他们没有原来快了，要加时1天。其实就是延迟1天，那么航空即日产品取消啊，就是当天到的取消，全网发这个佛山市、南海区、禅城区、盛德区延迟半天啊，就是这样。那么运输是什么？运输是经济的关键环节啊，如果运输中断，经济活动也会中断，这在去年。中国这个整个封停过程，最先发生的是什么？最先发生的就是运输啊，因为你街道一阻断，交通就会阻断啊。那么广州、深圳这2个特大城市占中国 GDP 的5%啊，是非常厉害的啊。这2个城市受到疫情的冲击，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为什么？因为广州和深圳的经济的辐射效果远远超过北京跟上海，因为他们商贸非常发达，他们和周边城市的经济的联系更紧密啊，关联度更高啊。那么另外，珠海机场从6月7号开始出港，就是离开所有顾客必须是健康码绿码，然后核酸检测72小时。那么其中14天内有广州、佛山旅行这个行程经历的旅客要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啊。那么你可以看，基本上整个广东省其实在受疫情的冲击啊。那么你会看到这个冲击会对5月份到6月份的经济形势产生影响。好，这是我们今天主题1啊。主题2。美台将展开贸易投资谈判啊，这个消息是布林肯在6月7号出席听证会的时候说的啊。这个新闻是昨天的，我们昨天因为没有时间讲，我们今天还是要讲，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他说是美台之间正在或者即将就部分框架协定进行对话啊。那么台湾昨天讲完了，台湾今天就很积极啊。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8号回应，他说布林肯公开表达，台美正在讨论展开对话，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与信息。台湾积极争取与美方展开贸易及投资框架协定的这个谈判，叫 TIFA 啊，复谈。然后这个谈是怎么说起来的呢？是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国务院年度预算的听证会
那么众议员巴尔问拜登政府对美台双边贸易协定BTA 的立场啊。那么布林肯说，这个问题可能得转给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但是我知道我们正在与台湾就某种框架协议对话，或者很快就要对话，这些对话应该已经开始了。然后戴琪办公室的一个发言人说，加强美台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要宣布的会议。那么美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说，外交部将持续与国内相关经贸部门共同努力，透过既有的良好沟通渠道和美方研商，积极努力推动重启台美 TIFA 会谈，相关具体进展将适时对外说明。然后这件事情是这样啊，台美的 TIFA 就是叫贸易暨投资框架协定，就是贸易投资协定啊，贸易投资的框架协定啊，贸易投资框架协定这个启动其实是在奥巴马时期啊，但是进展非常的慢啊，经常谈停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并不是美国主要的利益点，所以美国不是很多的投入了很多资源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双方还有一些贸易壁垒。那么台湾也很坚持它的贸易壁垒，这个贸易壁垒谈不下来，比如说美猪啊、美牛啊等等啊，所以就拖很慢啊。那么到了川普时代，情况就有变化。川普时代呢，川普中美贸易战一打，或者中美关系一翻脸，川普就开始提升美台关系。但美台关系呢一提升的时候呢，台湾就推这个 TIFA， 希望这个贸易投资协定能够谈下来。可是呢，川普政府对自贸协定啊、双边啊、多边的贸易机制没兴趣。川普政府呢，只谈双边贸易关系。他这个大方向呢，令什么呢？令美国对川普政府对台湾的这个贸易协定没兴趣，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负责贸易谈判的莱特希泽啊，贸易代表，他跟中国谈完了贸易协定之后，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谈完之后，他就碰都不碰对台湾的贸易谈判。为什么？他就害怕这个跟台湾的贸易谈判会伤及他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其实是利用中美贸易协议来牵制川普政府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川普政府为了保住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他连这个台湾碰都不碰。后来美国国务院提出来要谈，这个很重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理都不理啊，就后来在国务院美国国会施加压力，他也不管，反正就是这样。他知道莱特希泽其实非常讲政治，他知道川普很在意第一阶段协议，所以碰都不碰。所以川普时代 TIFA 完全没有进展啊。虽然川普政府不断的提升美台关系，但是这一块碰都不碰。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时期他的对外政策，他的整个政策没有体系。那你想想，你既然要推高台湾的战略地位，利用台湾去牵制大陆，你为什么不去谈 TIFA？TIFA 非常重要，我们后面会讲。其实川普政府，所以我讲川普政府的政策就像千岛湖一样啊，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博尔顿说的，它是一个个的点跟点之间没有关联，这个非常准确，其实啊。那贸易暨投资框架协定 TIFA， 它只是个框架，
它只是框架。这个名词很早就有那么台美在这个框架之下谈很多一个是自由贸易协定FTA， 还有一个叫双边贸易协定叫 BTA 主要现在潮流是 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协定那么拜登政府的态度其实和川普政府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么布林肯的意思是什么？布林肯的意思就是美国政府愿意重启TIFA的谈判，那么让双边商业问题、贸易问题朝着双方期待的方向往前走。那么美国要发展美台关系，必须让台湾通过经贸关系取得经济利益，它才能够形成什么呢？它才能形成强关系链。强关系链是什么？强关系链我们通常讲三种关系。第一个，意识形态关系是强关系链，比如说现在拜登政府他推动的叫民主联盟民主价值观联盟。价值观联盟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强关系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缘政治是强关系链。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安全。举个例子，韩国跟美国的关系就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地缘政治关系非常强，它的这个关系链非常强。因为什么？因为朝鲜会打它中间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它跟美国的关系是强关系链那么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还有一个关系就是钱，跟贸易、跟经济往来，这强关系链。所以实际上双边关系当中有3个关系是强关系链。那么美国跟台湾之间呢，意识形态是强关系链这是一个，但是不够安全是个强关系链。但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呢，是不是强关系链？也是强关系链，但是这个关系并不确定。美台之间它的经贸关系是由政策决定的，它不是一个法律框架决定。这个政策比如说叫产业链类似产业链。所以你要让这个关系变成强关系链，那么如果美国跟台湾之间建立了经贸关系的强关系链，那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到经贸联系，这3个东西你都很强的时候，那么美国对台湾才会起到现实中的影响。所以这很重要。这实际上是什么？这实际上是过去30年中国大陆做的事情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在吸引台湾的商人跑到大陆去做生意，然后台湾跟大陆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切的经贸联系，这个经贸联系就形成了强关系链。这种强关系链是导致中国大陆现在虽然两岸关系非常的差，基本上是进入敌对状态，但是中国大陆仍然能够通过他的在台湾的代理人去影响台湾政局，影响台湾的内部的关联所以强关系链很重要。所以美国要把台湾作为战略支点的话，它必须对台湾的整个的形势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么你要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你就要把你的关系链强化。那到目前为止，美国在这个环节是薄弱的所以他应该尽快的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它的影响力那就非常的大。因为如果美国跟台湾建立了这个经贸的强关系链，意味着什么？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链就没那么强烈，这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个此消彼长，那你就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台湾的这代理人，台湾的中共代理人声音那么大？为什么？关系链很强所以他声音很大。
你等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链强大起来的时候，那个声音自然就小了，影响就小了，你基本上可以忽略它。所以你从现在再往回看，李登辉总统借机用人厉害吗？其实是很有远见的啊。所以呢，推动美台之间建立一个经贸关系的框架，是美国实现东亚地缘政治战略的关键。除了提供安全保障和自卫能力之外，美国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 TIFA 尽快的做起来，然后推动自贸协定的实现。这件事情要是办成了，比重建供应链的影响更大，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潮流。那么商业跟着潮流走，只要潮流形成了，不需要政府补贴，企业自然就把事情给全办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当初台企跑到大陆去开厂，跑到大陆去做生意，它一形成这个潮流，台湾政府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关键要形成潮流。这件事情其实美国做起来并不复杂，并不复杂，关键是认知的问题。美国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除了认知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就是贸易谈判并不容易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们有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就把它给办了吧。其实也没那么容易。为什么？这里面涉及到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我讲的是贸易层面啊。你比如说，拜登政府在推动一个他的贸易政策是什么？就是重建供应链。重建供应链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就是有一部分的产业链要回到美国啊。那么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什么？另一个含义就是一部分供应链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其实就两个含义，一个要回美国，一个有一部分其他的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拜登政府的立场是回美国制造的这部分产业链是先进的制程，就你可以看为什么台积电又要盖一个厂，它之前盖了一个厂盖一厂是5纳米，像后来一看，这个三星跑到美国盖的厂3纳米最先进的制程，台积电一看不行，我也得盖，他又盖个3纳米，这就是美国要的是什么？最先进的制程要回流美国啊，但是很多成熟的这个半导体就不用回到美国，这是美国的政策，所以你首先要定义供应链回流，并不是大规模全面的回流美国，而是先进性的产业链才回流美国啊，这就是拜登政府重组供应链的核心内容。但是呢，这个思路呢，这个政策呢，和我们现在谈的 TIFA， 它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因为 TIFA 是自由贸易FTA， 比如说 FTA 不支持这个政策 ，FTA 是个普惠 ，FTA 没有这个选择性。它是什么概念呢 ？FTA 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没有关税没有投资阻碍，资金人员自由流动支持。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通过降低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等这些阻碍措施，让双方的这个交易成本下降，但双方都获得了比较利益。这种比较利益就是我原来卖5块钱给你的时候，我由于这个关税下降、各种阻碍下降，我可以用4块钱卖给你，我还是挣一样的钱。那我的产品在你的市场就有竞争力，这就是比较利益。那么，所以呢，自贸协定的概念是比较利益的概念。那美国的这个产业，这个现在的贸易政策是关键产业链回流。我刚才讲的自贸协定，它是普惠，对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它就没有说针对某种产业，它有提高这个效果。所以呢，实际上呢，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国家，它的贸易政策、贸易目标都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涉及到谈判，那么我需要谈判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你需要谈判的方向是这个方向，大家往中间拉需要时间啊，需要妥协啊。所以总的来说呢，美国跟台湾是1994年签订的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啊。那过去这么多年啊，94年到现在，双方总共27年会晤过10次讨论问题。那么上一次是2016年的10月份，可见什么呢？可见双方其实并不那么密切，也没有推动的太快。那么从美国的整体的对台政策来看，尽快的推动自贸谈判，就是投资协定的谈判，贸易投资协定框架协定的谈判非常重要啊，非常有价值，影响也非常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明谢一下啊，林 Takayama 谢谢 Pat Patricia 梁谢谢林阿乔谢谢郭 Punse 谢谢啊 J 王谢谢 John Snow 谢谢林新梅谢谢谢谢王先生关注台湾议题，一杯咖啡聊表心意，感谢啊。情况，深圳3天内全市做核酸，并且是10个人一个试管，昨天做了，一堆人聚在一起排队做核酸检测都不戴口罩，10个人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如果发现了，10个人再重新再做一遍啊，是这样啊，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情况，芳村本地人，昨天说的战地医院不是方舱医院啊，方舱真为不实啊。第一，桥东那个地方人口密集，芳村有的地方是空地，要建医院十分方便，不用找人口密集的地方。二，不可能用集装箱，集装箱用作医疗排污条件不准许。最后经居委会人确定是用来志愿者休息。OK， 情况啊，这是来更正啊，就是没有战地医院，之前传的是方舱医院，方舱医院你说的是集装箱啊，我不知道他们集装箱准不准许啊，因为你要知道。方舱医院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规模非常的大，用一个场合，然后放很多的病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其实是把那些已经感染了人，但是没有症状的人，把他隔离，从人群中拿出来，集中隔离啊，那么叫方舱医院。那其实这些人是没有病症，那集中一起方便，也方便管理，也比较效率比较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集装箱，但是有传言说是芳村这边在建。也许你说的是真的，但是我更倾向于相信广州正在准备应对这个大规模的爆发，所以有在建，是不是在芳村不知道啊。但是第三人民医院，就中山3院，他们是有项目在建的啊。情况今天出去广佛市区办事，非封闭区路上的车连平时的1/5都不到，平时拥堵的道路、高速路口畅通无阻，两边的商店半数以上关门停业，部分商场直接关闭，2个字总结：萧条。那是，我们现在看网上的视频，基本上
商业是不用考虑了商业是不用考虑，商场那些肯定是要关掉的了啊。其坐标佛山，所有小区半封闭管理，非必要不外出，路上的纠察队重新出现，实际情况严重得多，怕是出现全城大面积感染。情况，湛江吴川已经有确诊啊，吴川网上已经有流传了。从广州到雷州半岛的吴川也要350公里左右，中间有佛山、江门、珠海、中山、阳江、茂名，整个广东西半部了。不一定吴川有了，就是整个这一路下来，不是这样，他可能直接就到了那里，大家理解吗？他开辆车从广州直接开到吴川，吴川就有了。他不一定说把中间的这个什么江门啊、珠海啊、中山、阳江全给传染，一直推到了，那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没有因果关系。情况在宣传无人车送物资，那几辆无人车能送多少？又不知道哪个企业在大做广告，做什么高大上，不如做点实事。你看哈，一场疫情下来，还是有人要占便宜，所以经常有人让我很生气啊！一有什么事儿啊，我总是能够从中想办法捞点好处。不过在中国还真是这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一封小区一封，谁开始挣钱？街道开始挣钱，谁能进谁不能进啊？街道甚至自己组织货源卖给这些居民，2倍3倍的价格卖给居民。就开始挣钱所以中国的事情总是匪夷所思啊。情况坐标河北沧州，家长不打疫苗不能去医院，孩子不让上学。OK， 情况一，有个从国内来的朋友说，他注射2针国内疫苗，2个月后没有检测到抗体。3，上海朋友说他在注射疫苗时被要求不要去检测抗体，那就是没有抗体嘛，就是可能就查不到，抗体浓度太低嘛。可见什么？可见这个昨天我们的新闻的确是很有价值。为什么？就它其实反映了目前中国很多很怪异的要求。这些很怪异的要求，我们在其他国家的这个控制疫情的这个做法上就很不正常。原因是原来是疫苗不行，疫苗根本就搞不定。它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就是说我原来认为中国的疫苗就是质量不稳定。那就是说质量不稳定是他送给这个世卫检查的样本可能是合格的，可是它的生产过程当中可能有1/3是不合格的，但是至少你还有2/3是合格的。我原来是这么想，也就是说你很多人有的会合格，有的不合格，那么中间就会出现一些错漏，它会产生疫情的破口。但是实际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是什么？它根本不提供保护。那你疫苗就是提供保护的呀。我打了疫苗之后，我比如说我打疫苗1个星期之后，我就有抗体，我就不怕传染了，我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我也不会传染给别人，别人不会传染给我，我就成为什么？群体防疫的一堵墙。然后你不断的打，群体防疫的墙就越来越多。这些墙越来越多，最后的效果是就把病毒给封堵在个体身上，它就传播不出去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是带病毒者，他理论上他可以传给周边的他身边的人，可是他身边的人如果都打了疫苗，他就传播不出去了。然后这个人治好了之后，这个病毒不就闷死在他身体里了吗？这就是群体防疫的效果。但实际上我原来以为你不断的在打，你还是有能够提供保护的话，意味着你不断的打最终能够实现群体防疫。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中国的国产疫苗
是不提供这个感染防护的保护的，那你再怎么打都没有意义啊。那这就超出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象力了，对吗？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实在是太，所以我们还是要叫什么呢？就是对中共的事情真的不能抱有任何期望，压他们底线真的是没底线，真是没底线。你说这种事情，第一，这种事情可以发生；第二，他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一直在隐瞒全世界，隐瞒他的人民，隐瞒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隐瞒全世界人民，他可以这就能干出来，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啊。所以真的是，所以真的不能抱有期望。观点：疫情摧毁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产生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底层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社会割裂更加严重，内卷程度无以复加。现在人人自危，毫无安全感可言。以前辛苦又平淡的日子，感觉再也回不去了。观点：广东要是全面失守，对于全国经济产生的冲击比武汉严重数倍，那不是数倍了，那是数十倍了。你要知道广东经济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啊，很重要的啊，经济重镇，中国 number one 就是广东啊，广东 number one， 它不仅仅是 number one， 它还有辐射全中国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提问：中国政府封锁疫区，禁止里面的人外出，请问王先生怎么看待这种为了阻止疫情扩散，剥夺部分市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我经常讲过，从去年武汉疫情到现在，我经常讲的是什么？中共的这种粗野啊，其实叫粗野的防控措施啊。粗野的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非常粗暴，这个行为非常的粗暴；第二，能力非常的低下，这第二个；第三，后果非常严重。它的后果严重在哪里？除了你说的这个侵犯人权以外，最重要的是它产生次生性的灾难，人道灾难。次生性的人道灾难，我举3个例子。第一个，很多人有生病，他根本去不了医院，就在家里病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些人在家里得不到正常的食物供应，饿死了。我讲的都是极端的啊。第三个，很多人在家里关了很长时间，我不说他疯了，肯定出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这3个这是最常见发生的极端个案，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它是什么行为？就是粗野的行为。中共一直宣传它的体制优势，体制优势是什么？体制优势就是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这就是它的体制优势的核心。就是它的优势，就是我做任何事情都行，因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把老百姓当人看，所以我干啥都行。有些中国人还觉得这样挺好，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觉得对待别人能够这样就挺好的，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的自私的行为。但是你放心，你一定跑不掉，道理就在这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觉得这挺好，反正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就行，控制住，只要能控制住，怎么对待他们都没问题。有一天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那就哭爹喊娘，结果什么？没人理，这就傻了吧？就这个问题啊。情绪：广东民企老百姓正在躺平，当官的数钱数到手抽筋，这么多人去打疫苗，去核酸检测，难道他们不知道会人传人吗？细思恐极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既然中国疫苗本身无法提供免疫，为什么世卫组织还会通过国药和科兴？我不喜欢你这样提我问，为什么？凭什么问我？我又不是世卫组织，对吧？
你既然什么什么什么，又为什么什么什么？你是在质问我吗？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我不答你，好吗？学会好好的讲话，好好的跟别人讲话，行吗？观点：当武汉病毒出来以后，国内的各种无耻行径都开始暴露出来，例如对电梯吐口水，出去以后不报告自己的去向等损人不利己的情况。这样的国民素质，我非常担心国内的疫情。观点：关于没有抗体，但是会产生记忆细胞的说法，我查了一些文献，觉得不太可能。疫苗注射到体内引起身体反应，适应性免疫反应，首先产生两种细胞，一种分泌抗体，一种记忆细胞。这时产生的抗体并不多啊，打第二针或者第三针疫苗，实际上目的是让第一针产生记忆细胞的大量产生抗体。如果2针后还检测不到抗体，实在无法理解。观点：从常识来说，5个样本一起检测，如果其中1个是有病毒的话，那么浓度只有1/5。早期患者的病毒浓度样本又是不会很高，所以混检的准确度应该不高，这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来完成任务。美国从来不用这种方法。你想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你有1-2千万人要检测，你就只能用这种方法，否则你检到什么时候？啊，这是什么？这是医疗资源不足的，不是办法的办法。观点：如果出现了社区爆发的，确是应该优先做普筛，感染的人不能打疫苗，而且打了疫苗也需要至少2周才能产生完全保护。当然，如果资源够，应该同时接种疫苗。对于现在到处蔓延的 Delta 印度变种，如果只接种1剂，哪怕是辉瑞抗体，也从79%降到32%，完全接种2剂辉瑞，对印度变种抗体量降了6倍。英国最近病例翻倍，已经在研究给长者打第3针加强针，打了疫苗对变种的发病乃至重症还是绝对有保护的。前提是什么哈？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前提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我们这种讨论才有意义。你现在看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当中，这种讨论没有意义，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诚意跟你讨论，真的就事论事来讨论问题。他讨论所有的问题，一上来他就先想一下怎么说对我有利，跟对于这是不是事实，他根本不管，说了再说，说了再看，就是个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不可分析、不可预测，原因是什么？原因他撒谎。他一直在撒谎，从头到尾他都在撒谎，撒各种各样的谎。为什么？为了让自己更好看，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厉害，就这个啊，就是骗老百姓。情况现在俄罗斯发消息，中共配合说病毒是美国基地啊，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这种谎言我们需要讨论它吗？不需要，我们不说这种话。不帮助它传播。观点：之前曾听中共高官说，中共以前的确是隐瞒病情，但这次新冠是真没隐瞒，呵呵，你信吗？中共撒谎，从他建党开始到今天为止，没有1秒钟不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中共讲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你说这次你能信他？开国际玩笑啊！情况：科兴疫苗紧急使用，年龄扩大到3岁以上。看到这个消息特别担忧啊！情况 ：TIFA 一旦搞定，台湾对中国的服贸依赖就大幅下降。中国对台湾以经逼统、以商逼政的筹码
便大大降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非常正确。观点：美台有科技同盟，美国 FBI 进驻台湾科技厂，在电脑伺服器及 5G 都有提问：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拒绝转纸本事件恶化，发生了警察暴力执法，很多学生流血受伤的事件，有关部门控制舆论。请问王老师，你觉得台湾南京当局会不惜一切代价暴力镇压吗？好像说取消了，已经取消了啊。我们继续观察吧。这件事情跟中共一直以来的暴力执政没有区别啊。提问：可否请王先生谈谈美台经贸合作的实际落脚点有哪些？比如说猪肉、芯片、菠萝，还有金融投资，这些点对美中下一阶段的经贸谈判有什么撬动作用？没有撬动作用，没有什么撬动作用，只不过你要先成事，然后成为潮流，然后才成为影响的结果。你刚刚开始谈还没谈呢，撬什么动？撬不了。观点：王老师上期有关习近平治下的中共那期分析的非常好，我听了3遍，解开了从19年以来一直困惑我的一个问题。中国不是一直说党内竞争激烈，上来的都是精英，有地方中央各种治理经验，但怎么会从19大以来，全员在加速的路上一路狂奔，停不下来？听了王老师的深度分析，知道专制集权制度使然。谢谢王老师，谢谢你的肯定啊。情况：坐标加拿大阿尔伯塔，我们省第一针打了60%以上，日感染人数降到了100，之前最高2000，说明疫苗效果明显，一定是这样啊，一定是这样。明谢周明，谢谢 Kelvin 黄，谢谢唐伟，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